欢迎回到 Associate Indigo 频道。今天我们要来看9月运势。因为9月呢，这个数字9的关系，以及同时代表处女座生日月份，所以今天的运势我选了不同的隐士牌来给大家做选择。所以你们面前有3张从不同牌卡出来的隐士牌。第一张是搭配了羽状玛瑙，第二张搭配了黄水晶，第3张搭配了蚕丝玛瑙。好，那一样，我们呢可以自己暂停影片，然后用你们喜欢的方式做一个冥想的环节。我们冥想主要的目的呢是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然后不要让杂思杂念影响到我们选牌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来自你的灵感。我们先从深呼吸3次开始之后呢，慢慢的放松你的肩膀，把脑袋净空，什么都不要想。接着呢，觉得准备好了，想着你的问题，你的9月运势如何呢？睁开眼睛，面前看到哪一副牌组或哪一颗水晶最吸引你，那一副牌组就有属于你的讯息哦。今天呢，我们一样会从整体9月的能量场来做解析，并且呢，我们会从事业学业、浪漫爱情以及健康来做分析，然后最后呢，会抽一些神谕卡，请宇宙跟你们的指导灵来建议要怎么样战胜这一次的水逆，好吗？好，那我们要开始解牌咯。好，选择1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一颗，突然忘了它叫什么名字，羽状玛瑙吗？呀，把它放这。然后呢，你们选的这张隐士牌，我先把它收在旁边，因为我们要先讲解一个9月的关键能量。抽到的是这一张神谕卡，26号的 Ego Positive， 积极的自我。26号它加起来是8号，所以而这张的页数加起来也是8号，所以8号在9月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关键数字。那8也代表的是充足跟丰盛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张牌的能量它有非常多的黄色以及绿色。首先我感到的能量是，你们这一组人在9月会非常积极运用你们的太阳神经丛，以及打开心轮去接受很多以前可能不愿意接受的人事物。选择1号牌组的人，你们大部分的人可能是已经走过一段灵魂的暗夜，已经经历了一段消极的时光，这一段时光就可以像隐士牌呈现的，你们可能之前好一阵子是处在一个独自反省、独自生活，不太喜欢跟外界接触的一个状态。一个是你们自我感觉可能不是很良好，因为外在条件的不足，或者是外在的一些因素让你们感到受伤或不满足，而想要躲起来。一个是疗伤，一个是自我疗愈跟成长。而在这一段躲起来的时间，你们真的做到了，你们真的成功的吸取了很多的知识，做了很多的灵性疗程，或者是身心灵的修行，而让你们从8月开始就是有一种开始重新打开自己的大门，重新打开自己的心门，打开心门，走出你们家的大门，去开始跟新人接触。你以前可能不想要认识朋友，但是8月开始有想要认识朋友，有想要参加活动，有想要开始积极争取业务，愿意有自信，也比较愿意去跟人沟通，去找客户，
或者是跟自己的下属，或者是自己的上司，跟你的同事积极沟通。那这个能量一直到9月还是这样，因为这个8也让我觉得你们就是从8月开始有这个能量，然后一直会延续到9月。所以你们积极自我的意思就是你们自信成长了，你们认识自己了，也懂得怎么样去用更正向跟这边说的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你的人生，你身旁的人事物。那绿色跟黄色也让我想到了 abundant， 一个物质生活以及财富上的充足，就是你有这个能量，你有这个显化物质生活的力量。但我们等一下还是要从塔罗来看就是财务或者是职业这方面的细节。但是你们这张的牌非常能量非常的正向，非常的扩展。你们有一种，这个女士她手上有个水晶球，你们有一种好像可以看得很清楚你的未来要朝哪一个方向走。你们从之前的迷茫、不确定性、迷雾中走出来，然后现在很确定的知道，用的这个水晶球往前指引着你，随时看水晶球告诉你什么样的讯息，显示给你什么样的画面。这个水晶球也可以代表你可能跟你的高我、跟你的指导灵沟通非常的通畅，9月的时候更加通畅良好，然后你会很容易接收到他们给你的指引跟讯息，让你往前走出对的适合你的道路。有些人可能喜欢跑步，我看到这边有红色的鞋子，让我联想到慢跑鞋，或者是说你们可能9月有些人会开始实行健身计划，有的人是选择慢跑，或者是选择一些马拉松的赛事来加强自己的一个，就是当成一个挑战之类的。然后这边的星星月亮也让我觉得你们有一些选择1号牌组的朋友是也有在接触神秘学，可能比如说你们自己也有读塔罗，或者是算紫微，或者是很喜欢星象占星之类的一些学问。然后你们有很多动物指导灵在你们的身边，这些动物指导灵都随时等待着你发号施令。当然不是发号施令啊，就是你们是合作的一个态度，然后他们会，你如果有需要帮助，他们都会积极的向前为你寻找出路跟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有一些人你们的正向能量会吸引动物来接近你们，那有些人是你们就是真的家里有养宠物，那你们跟宠物的关系到9月会更加良好。好，我就是说某个月26号生的人跟生命灵数2或6或生命灵数8的人可能会选到这一组。9月26号可能是对某些部分朋友来说是一个关键日，大家再自行对应一下。我先把这一张放在这边，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的，这就是9月整体能量，然后接下来有更多可以其他的神谕卡，还有一张塔罗来看更详细一点9月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这个月又增加了一些方法细节来讲月运，然后我目前还在寻找一个最适合讲月运的方法，那就是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然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寻找出Associate Indigo 最适合讲解月运的一种方法。感谢你们。好，来讲。好，从这些神谕卡跟塔罗，我们来看一下你们9月整体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或宇宙给你们哪一些面对9月人事物的建议。首先我们第一张是我要先讲一下你们这一组牌6号能量很强，除了8号之外，因为这一张的加起来页数是6，这一张16也有6的成分在里面，然后所以生命灵数6或6月生的人，或者是某月6号生的人是关键。那16加起来是7，生命灵数7也出现了，以及生命灵数1可能也会抽到这一组
牌，然后9月16号、9月6号，大家对应一下，看有没有事情。9月11号，这张是11号牌，也大家对应一下，或某个月11号生的人可能会抽到这一组。首先这张牌叫做improvisation 就是不经意随性做的决定跟行动。这张牌的意思是说9月你们可能需要用一个比较随性的态度，不是说不小心，你们可以小心，但是不要太去控制每一件事情要怎么发生。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你就是去顺着那个潮流去走，顺着这个事情呈现的方式去走，不要去抗拒，因为你一抗拒，你就会让事情的发展绕路，你反而会等更久的时间去得到你想要的成果。所以就算你在当下可能看到有某一些事情没有办法有好的结果，或者是好的发生，或者是好的进展，或者是被卡住，没关系，就让它卡，因为这个卡是一个必要的过程。然后或者是你就是先不用太紧张，想要马上解决一些困难，你就是等到时间点对了，你就会接收到那个宇宙给你的讯息，你就突然灵机一动，知道怎么样去让事情继续进展，或者是解决这个困难。随机应变是你9月的一个重点。随机应变，像这个王子要走这么长一条路去，不能说解救公主，因为这个公主感觉还蛮惬意的。这个公主一点都不紧张，就是有一种皇帝不急急死太监，你就是要当这个公主，让事情自然发生。这个公主没有去担心说王子到底会不会来，她也没有担心说王子是不是不要她了，她就知道她臣服给宇宙，她就是做她自己的事情，这个公主做她自己的事情，享受这个宇宙在她眼前呈现的一切美好。有蝴蝶飞过来，有很神秘的东西，她可能喜欢算数学，她可能喜欢网络，可能喜欢设计，她就做她喜欢的事情，欣赏窗外，让这个王子自己去忙去面对所有的困难，慢慢的打怪，然后打到最后见到公主。公主知道这一切都会发生，这就是你们9月处事的一个关键心态，好吗？1、2、4，羊 improvisation， 有的时候去很随性的去应变当下需要处理的事情，不用太紧张，不用太控制。这一张 Earth School 地球学校 Life Lessons 人生的课题课程 Soul Growth 灵魂的成长 Study 学习 Higher Learning 更高一阶的学习，更高层次的学习。你们这组人，因为接下来这张是 The Shaman 萨满，你们这组人有的人可能是星际种子，然后呢有2种状况，因为你们是星际种子，所以你们有这种萨满的技能跟能量。那或者有的人就是地球老灵魂，所以你们是有一点点可能巫师萨满的体质，非常跟地球的关系非常的良好，跟地球自然界的关系良好，而让你们可以很轻松的跟动植物连接沟通做仪式。有的人很强，甚至可以用咒语仪式来让事情发生。然后另外一种是地球学校，是说你们有一些人是星际种子，你们来了地球就是来学习，应该是说每一个人来地球都是来学习的，但是有一部分的朋友选择1号牌组，你们可能特别的不适应地球这个学校，所以这张卡是提醒你们这一部分是比较星际种子的朋友，你们可能就是9月会遇到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如果让你受到困扰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你学的课，是你来到地球之前就已经同意你的合约灵魂合约上同意好要接受的课程，那你就是一直碰到，你就是要去把它修满学分然后毕业。如果一直碰到同样的难题或者是
历练，那代表说你之前没有你的学分没有过，所以你要再修一次的意思。那这张卡同等对于其他的选择1号的朋友，不管你们是不是星际种子，你们都是来地球修课的，所以你们9月有一些人可能会开始进修，甚至就是实质上的进修，你们有些人可能会真的去报名一些课程，增进自己的技能，或者是有些人在工作了一阵子，想要提升，本来是学士，想要提升成硕士，或者硕士提升成博士，那或者有些人想要转职，所以必须要修新的课程，然后去转职。那有些人可能是重新去修习一个新的语言，来帮助自己的职业发展。那有些人可能这一张卡代表的是你会更有心灵层次的成长，因为你很喜欢身心灵的东西，而9月你会更投入，你会真的去参加可能网络课程，或者是实质的去报名一些跟人面对面修身心灵的活动跟课程。所以9月是一个非常能让你们三力世界的成长以及精神心灵上的成长的一个月份，然后并且用这种谦卑，然后有所准备去面对任何事情发生的一个态度，你就不会去抗拒，你就可以用比较随机应变的心态去面对所有的这些课程。那萨满呢，我刚刚讲9月16号可能是关键，或者是生命因素7、1或6的人。然后9月我觉得你们会，萨满不是说所有你们选择1号牌组的朋友都是巫师或萨满，你们有这个才华这个天分，但是你们的职业，有的人可能是艺术家、诗人、设计师，有些人是医生，有些人是外科医生啊，然后会有你们会 disguise as many different kind of occupation， 就是说你们是会用各式各样不同的行业职业的身份来发挥你们这个萨满的天赋，疗愈的天赋。萨满的重点是疗愈人的身体，疗愈人的心。精神科医师也有可能会选择到这一组。你们的手一撒，就会产生很多不同的 element， 你们可以控制4大元素来执行你们想要做的事，或者是来疗愈别人。蛇呢，是一个智慧再生的象征，所以蛇在这边让我想到医疗，就是医务人员，然后有些人可能甚至是珠宝设计师，或者是做跟奢侈品相关行业的人。那9月有可能说你们某一部分朋友会转职成我刚刚提到的这些行业。然后另外我也看到有一些人可能真的会开始修占星术，可能甚至转职成为占星师跟塔罗师。然后有一些人只是说9月会开始更认真的去做一些仪式，这些仪式可能是帮助自己心灵成长。有一些人是更努力或认真的执行，比如说新月显化跟满月显化的这些仪式。那另外这边我也读到你们9月的显化力量会非常的强。选择1号牌的朋友，你们9月就是很鼓励你们积极做这种显化的仪式，让你们增强你的愿望去发生。你们有显化的天分，有一种炼金术士的感觉，世界是你的 oyster 的感觉。然后最后这一张钱币骑士，就代表的是说你们9月应该是财务会稳稳的来到你的身边，因为你的态度是积极的，是稳定的，值得信任的，所以你们9月
你们的客户会很喜欢跟你们合作，你们的客户可能，我读到的感觉说，客户可能会是比较旧的客户，缓慢的成长，因为这些旧的客户会把你的口碑传出去，你就是那种很踏实稳稳的往前走的一个人，然后你的口碑会传出去，值得信任，做事绝对使命必达，所以你的财务会稳稳的慢慢的持续的增长，然后你的态度呢，就是稳健的努力的工作，好好的计划。但是这边就是刚刚回到这第一章，你可以好好的计划，但是记得控制欲不要太强，当事情没有照你的意思走的时候，就顺着它臣服给宇宙，让宇宙帮你安排，然后随时随机应变，做出不同的处理，一切都会很美好的发生跟解决。所以土象星座是关键，所以你们这一组可能有土象星座在你的星盘，或者是9月会遇到一些合作伙伴，不管是事业上还是感情上，对方是有土象很重的成分。那 Tea Leaf 卡这边 Sunrise 日出，所以9月是一个希望的开始。你们可能有一些人有一些新的，刚刚我有讲，有些人可能换工作，有些人转职，有些人转不同的身份，不管怎么样，或者是有些人分手，或者是有些人甚至9月会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关系。日出的感觉就是一个希望，新希望从地平线慢慢的升起，一切都是那么的温暖光明。所以 new creative ideas， 你们9月会有一个会有很多新的点子， new ventures， 新的冒险，新的事物等待着你去体验跟发生。 A fresh start， 我刚有讲，很多人会有一个新的开始，而这个新的开始绝对是正向的，充满能量跟有发展性的。 Bear 这边是有一点点提醒，熊 danger 危险 especially in money matters， 尤其是金钱的事物上的危险。第一个我读到的是有些选择1号牌组的朋友，如果你们有在投资，你们投资股市啊、房产啊，还是 Bitcoin， 就是这种 Bitcoin 中文这种虚拟货币的话，你们9月要小心，就是比如说股市下跌啦，或者是就是这种投资的东西我不太懂，但是你们如果有在投资，知道我的意思。9月稍微小心。那一般没有在投资的朋友，可能就是感觉是可能会有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需要你花钱。那因为我们水逆，9月是水逆到10几号，我有点忘记了，所以可能是因为水逆的关系而导致有些东西会损坏，需要你去修复或者是买新的，那这个就是稍微注意一下。那 danger 危险，我觉得是真的是比较危险的一个状况，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突然支出大笔金钱，那或者是危险，就是有些人小心，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冲动购物的危险而花了一大笔钱。但是我不觉得购物很危险啊，反正大家自己小心对应就好。那有一些如果不是跟金钱有关，那就是如果你们有出去旅游，我是就是真的从这张牌来讲，如果出去旅游就是小心大自然造成的危险，好吗？可能是动物的，可能是什么山崩啊，就是那种大自然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危险，你们自己小心一点。好，这边是用塔罗跟神谕卡抽到3个不同层面、生活不同层面的9月运势。首先呢，这边是事业学业，这边是浪漫爱情生活，这边是健康。我觉得你们9月刚刚有讲很多宇宙给你们的建议，比如说要放松，然后泰然处事，随机应变，同时稳健的形式计划成长，但是随时准备好可以随机应变。
然后鼓励你们做一些萨满的仪式、星月许愿之类的，因为你们9月显化的能量很强，所以我觉得这些建议可能比较是给9月整体啦，但是你们事业可能是9月的一个重点。因为你们最近可能1号牌这种人在徘徊，你们的事业学业出现了 The Lovers 恋人牌的逆位，你看6号能量又出现了，非常的神奇。然后这边是7，生命灵数7，生命灵数6月生的人，某个月6号生的人，这边有很强的双子座的能量，所以很多可能选择1号牌组的，你们有强烈的双子座在你们的星盘里，你们 either 是太阳是双子，或者是水星、月亮、金星或上升在双子。然后很多的6号能量，因为这边有一个圣杯6正位，风象能量，这一组风象能量很强，因为这边还有个 Dragonfly 也是指风象能量。然后12号牌生命灵数1、2、3都出现了，12月生的人可能也会抽到这一组。然后6号能量，9月可能是一个你们要练习无条件爱人跟爱你们做的事物的一个月份，你们可能在练习或者是在体验如何无条件接受别人对你的关心、对你的爱，以及无条件对你关心跟爱的人付出的一个重要的月份，以及无条件爱你自己，非常重要。你们在学习如何放开自己，放松自己，不要对自己那么严苛。你们这一组可能有对自己很严苛的一个倾向，先无条件的爱自己，你才能无条件接受别人对你的好，以及无条件爱别人，好吗？好，事业学业，你们可能9月会面临选择，或者是这个选择在8月就开始烦恼而选不出来。有的人是你们可能有人要选择要不要转换职业，或者是整个转换身份，或者是转换跑道，换科系，换学校，换公司，换工作的城市等等，你们可能在思考这些东西。那有一些人是因为害怕做出选择而继续留在旧有的地方，继续工作，继续学习。不管怎么样，就是你们有一点点胆怯，怕做错选择9月的时候，但是这一张神谕卡是告诉你们 inner truth 内在的真实，内在的真相。猫头鹰代表的是跟第六感连结一个很有智慧的生物，它们代表直觉。所以你们如果既然有这种星际种子或萨满能量，你们就是更需要去安静下来，倾听你自己的直觉。其实你们已经知道怎么选，你们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的，你们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你们一直被外在的能量或外在的人事物的影响，大家七嘴八舌告诉你建议，而导致你反而自己乱了，没有办法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7让我觉得有联想到圣杯7的能量，就是一种有太多东西影响你做选择，让你眼花缭乱，然后做梦。我觉得你们可以静下心来做一些冥想，让自己静心。你们的梦境可能可以告诉你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你们的梦境可能会告诉你答案，以及你们冥想的时候去问你的指导灵，去问天使，或者是你宗教信仰里面你相信的神，他们会告诉你答案，因为这答案已经在你的内心里。那有一些我之前某一个读牌我有提到说，人类图里面有一个最多人还是记不得，最多比例的是生产者，是吧？那生产者就是要听剑骨反应，你们就是9月要听剑骨反应。你们碰到一个选项的时候，自然而然你们会从肚子里这样就是很兴奋的发出的对，是这种感觉，那就是你要去选的那个东西。 OK， 你们可以先从每天晚上吃什么先练习明天假期要去哪一个地方玩，好，这个地方不错，好，就从这种小事练习，然后练习到你们是不是要转换跑道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你们旧有的地方已经不能满足你们了，恋人的逆位就是旧有的地方已经没有办法给你那种情感上的满足，
你想要变心了，但是又不敢变。 OK， 感情，我觉得每个月都会抽到，好像都会有一组抽到圣杯六。我这边要讲圣杯六，其实你们如果常常在听塔罗就知道圣杯六的含义嘛。这就是一个非常和谐、两小无猜的牌，一个重温儿时、童年那种学生时代的浪漫爱情的感觉。所以我这边读到的能量是9月我先讲这个卡好了。这个是一张非常好的卡， Dragonfly 蜻蜓 Better than you can imagine， 比你想象的更好。那还用解释吗？12号牌，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个生命灵数1、生命灵数2或者生命灵数3的人，那这个人有可能是12月生或某个月的12号生，这个人会比你想象梦想中的对象还好100倍或者是200倍。所以你们第一个，宇宙告诉你们不要去局限自己，你们可能会有设一些条件，或者是以为自己只能搭配什么样的人，但是 no， 你在对自己设限。显化的重点就是不要设限。你呢，如果认识自己了，知道自己的特长特点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你就值得那个自信，值得拥有最好配得上你的人，然后去显化它。无条件爱自己，你就可以显化任何比你想象中更好的人来到你的身边。你可以去想象你喜欢哪一个偶像明星，你就是把条件，你的未来对象的条件设成他那个样子，不要设成那个偶像设成他，比如说女生，如果你的偶像女生很高挑啊，然后有长长的秀发或者是俏丽的短发啊，然后很会听你说话呀，或者是很爱笑啊。那如果你想象对象男生的话呢，就是要多高啊，然后是不是会健身啊，然后是不是会很温柔啊之类的，这种用这种条件去想象好吗？然后呢，宇宙就会给你比你想象的还更好的，因为我们人类的脑袋想象是有局限的，宇宙是无限的，他们知道的比你更多，看到的比你更多。好，那我们回来讲这一章。我补充，你看这个宇宙，它就是宇宙的眼睛，它在帮你搜寻，它在帮你搜寻最适合你的另一半，所以放心交给宇宙，相信宇宙为你的给你的安排。OK， 那这个人有可能也有风象的成分在他的星盘里，因为 Dragonfly 是蜻蜓，是风象的能量。OK， 我们再回到圣杯，圣杯是水象的能量，天蝎、巨蟹、双鱼，风象是双子、水瓶、天平。Right， 然后我刚好说12月生嘛，所以有可能有射手跟摩羯。好，回来圣杯六。一个说法是，你们可能会每个月都在重复，可能会有旧人回来找你们，你们可能9月会遇到这个对象是你已经认识的人，然后这个认识的人是曾经有美好回忆的人，所以就是说，一个是可能是某部分的朋友是碰到童年学生时代的人又重逢，或者是他回来找你；某一部分的人是这个人9月你们会遇到灵魂伴侣，就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人对不起重新，我讲太快了。这个人如果不是学生时代，那就是以前认识过的对象，然后可能有交往过，或者是还来不及交往，然后回来找你，然后你们会重温，一见面就是会回到当时那种很浪漫的情感，回味浪漫的情节。反正你们9月回来的这个对象，绝对会让你们重温那种很像学生时代初恋的感觉的那种怎么说？然后会互相可以在对方面前做自己，互相在对方面前显露出你的内在孩童。你们会一起说笑话，让对方笑的，就是你们可能在外不敢笑的这么猖狂，或者是笑的那么幼稚之类的，你们懂我的意思。你们会很开心，像两个小孩在一起的感觉。那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们9月认识的这个人是新人，但是这是你的灵魂伴侣，就是你一碰到就觉得非常合得来，超级聊得来，聊了一天都还不厌倦的这种，然后还就是很自动的想要马上继续
见面的这种灵魂伴侣。这个人绝对是会你们双方认识之后愿意学习无条件的给予爱的一个关系。圣杯6是无条件的给予爱，像孩童一样很自然而然，没有心机没有要求的那种爱的感觉，这就是你们9月遇到的人的能量，所以非常的美好。好，比你想象中的更好，记得哦。健康，好，健康我刚刚这边是宝剑皇后逆位，所以风象能量，这组风象能量很强，然后或者是你没有什么风象星座在你星盘没有关系，但是9月你们会焦虑、过思、过滤这种风象能量。9月你们风象能量强的意思是说，你们会因为很多事情导致你们思虑过多，睡不着、失眠，或者是多梦。然后有的人可能是自我怀疑，如果你们要转职啊，要做选择啊，做不出选择呀，然后怕自己转职以后没有办法胜任啊，这种很多自我怀疑的焦虑的状态，或者是有些人是投资的问题导致焦虑的话，你们9月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状态，就是只是说脑袋会很痛然后会失眠，或者是熬夜过多，因为想太多而没有办法睡觉就熬夜了，然后硬逼着自己要马上解决问题，而导致就是影响到你的精神状态跟肩颈酸痛。那我刚刚已经都有讲了，你们可以再回去听，你们9月可以随时回来听刚刚我传达的宇宙给你们的建议，要怎么样去处理9月的能量放松臣服，好吗？那这一张神谕卡24号你看又是6，是不是很神奇？所以9月24可能是一个关键日，生命灵数2，生命灵数4，生命灵数6，某个月6号生，6月生，某些人24岁39岁，有7岁的应该没有7岁sorry 我开个玩笑。好，然后 It's in you 这张牌也常常在我读牌出现，你们这张牌就是代表非常强的psychic ability， 你们的直觉力比一般人强跟准确，你们的第三眼打得非常的开，这边有一只眼睛，而且你们第三眼是连接到你的心轮，这边有很多绿水晶，有没有？然后这颗绿色爱心，月亮代表直觉，所以呢，那这边好多爱心。这只狮子是从绿野仙踪出来的一个狮王，它是狮子，但是它却很胆小，是一个很温柔的狮子，所以这是可能就是你们以为自己是很弱，但是你们是狮子 OK， 而且你们是比别的狮子更强大的狮子，你们是融合了勇气、冲劲、耐力，又有温柔跟直觉力，所以你们是一个好像吃了超级星星的玛丽兄弟一样。那9月呢，这边又回到这2张其实一样的东西，连接运用你的直觉吧，去聆听你的内心跟指导灵给你的讯息，就是不要太用脑袋去想去解决问题，不要用脑袋，千万记住，当你开始觉得用脑袋想太多的时候，就赶快去冥想，或者是做一些会让你 distract 你，让你分心的事。有人喜欢做菜就去做菜，让你快乐的事，做让你快乐的事，做完你就会有点子了，因为这就是一个心流，然后你进入了心流之后，宇宙跟指导灵或天使的讯息就咻就会跑进你的脑袋里，好吗？好，然后最后呢，宇宙给了2张建议大家如何9月战胜水逆。可能水逆的关系也让你们让一些事情发展没那么顺利了，让你们多思了。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的建议是什么。20号牌跟16号牌啊，16号又出现了，你看看16，萨满 OK， 好。20号牌是 Follow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是不是？好啦，这其实又是在重复，跟随这条道路哈。你要走9月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是最少
最少抵抗的那条路。这样翻可以让大家懂吗？我翻得很烂，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就是 follow the flow 的意思。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是不要去抗拒。比如说，好，我来举个例子。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吗？因为我脑袋有点开始烧起来的感觉。假设你今天很想要吃披萨，然后你可能是用手机订你最爱的那家披萨，然后这间竟然当天关门不营业。好，这是不是 resistance？ 就是它阻挡了你吃披萨的这条路。那这就是意思是，今天宇宙说不要吃披萨，因为你其他披萨的店你都不喜欢嘛。好，那你想要抗拒宇宙给你的这条路不能吃披萨的路，你就硬要吃披萨，所以你就选择了 the path with resistance， 你选择了这条你就是逆向行走的意思，很有抵抗的一条路，你就是偏偏要订到披萨，然后你就去订了一间你没有尝试过的，因为其他都关门还是怎样。然后这一间来的披萨不但迟到，然后吃起来就软软的，因为迟到嘛，又软，然后冷掉，然后又难吃，然后就更火大。我希望这个例子大家可以懂。所以这样讲解就是，如果当天你最爱的披萨没有开门，那就是这一天不要吃披萨。其实宇宙有帮你安排好，你可能就转向吃意大利面，结果你吃了意大利面，反而发现了一家超好吃的意大利面，是你之前不知道，而且就在你家附近，你就很开心，不但好吃，而且你还决定好下次要跟你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家人一起去吃。这就是我这个9月呢，9月20号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如果9月20号有事情发生，记得走那条顺着流走，不要去逆向往上游，就是选择那条最轻松的路啦，就是这样。好，第二章16号，16号让我想到哪？Temperance 是14号。我怎么突然忘了16号哪一张 ？OK， 没关系。Find wisdom in challenges。水逆的时候，你们会刚刚有看到，你们可能是事业或学业上会碰到一些状况，让你很揪心、很烦恼。那没关系，那你要换一个方向思考，就是这些困难或者是让你烦恼的事情，我拿一下，是你来地球要做的功课，记得吗？所以呢，你要从这些事情、这些课程里面，这些课程目的是让你能发现一些智慧，让你发现一些你之前没有的智慧，所以是一些让你可以进阶、人生进阶、智慧进阶的机会。你要在这些挑战里面发现智慧、新的知识、新的对你人生跟宇宙的观点。 OK， 你要像这个太阳一样持续，不管什么状况发生，要持续发光。闭上眼睛，请听你的直觉，打开你的第三眼，你的直觉会告诉你怎么走。你闭着眼睛都可以往前走，你闭着眼睛倾听你的直觉，你就可以走向那条非常轻松引领成功的道路，让你人生美好的道路，好吗？你看这女生头在发光，有没有？你们第一组的朋友真的9月就是直觉，剑骨反应就对了，这就是你们9月的度过9月的一个重点。好，那我希望今天的读牌对大家有帮助。今天这种月运读牌比较久，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大家可以给我在留言处让我知道你们喜欢这样的月运读牌吗？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这支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随时接收通知。然后欢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读牌。然后你们的按赞、订阅都会帮助这支影片再散播给其他需要的朋友，以及
你们的任何的互动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跟继续持续发影片的动力。我刚突然脑雾，不是脑雾，脑袋空白。好，非常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然后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L'associate Indigo， 在上面我会 po 每周运势以及不定期的一些比如说3选1的塔罗运势，可能跟情感有关，可能跟事业有关，所以欢迎大家追踪，然后随时来上面玩选牌 OK。 然后呢，祝大家有美好的9月，然后大家一定可以平安度过这一次水逆。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好，选到2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一颗黄水晶以及这张隐士牌，有一种后面是土星，所以这种能量让我感觉有一种压力山大，有一种某些部分的朋友可能是经历所谓土星的，那叫什么，然后29岁是一个大运还是怎样，然后你们会有一个转换期，有的人会转换职业之类的。好，我先把这个收起来，因为我们要先从一张神谕卡代表你们9月的关键整体能量，这一张 Passion 11号激情热情牌。首先我觉得9月整体能量激情，它就说明了一切。它这边的含义是指你们9月可能会，一个是你们会找到一个让自己非常有兴趣的一个 activity， 一个活动，一个项目，一个兴趣，让你可以投注你的热情在这项事物上，而这项事物会让你感觉到进入一个心流 into the zone， 非常享受做这件事情的那一种专注、美好、流动、创意的感觉。而你们9月会非常自动自发的去做这件事，因为它让你感受到快乐，让你散发出那种有一种底轮跟太阳神经轮的能量，以及心轮的能量。因为这一张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是从一点点黄色然后渐变到绿色，所以是一种从太阳神经丛一直连接到心轮的那种能量感觉。一个是说你们9月会找到这一件事，或者是有的人已经找到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兴趣，跟创意有关，表达自己有关，也可能是一个新的事业项目，让你非常的投入，也可能是重新回到学校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或知识，让你非常有兴趣，非常投入。有的人可能已经找到，而9月是你们完全可以可能你们比较熟悉了，比较抓到一些重点，而让你比较顺畅的可以投入热情，或者是掌握一些要点，表达得更好。比如这边这个女孩子，她是一个舞者，她是一个表演者。以跳舞来举例，你们可能有的人9月会开始发现自己喜欢跳舞，发现自己想尝试学习一个新的舞，Salsa、Mango、Flamingo。有的人是已经，我现在是举例哈，我以跳舞来举例。有的人是已经开始学习跳舞，到9月你可能因为抓到一些，比如说佛朗明哥，你开始知道要怎么跳，然后到9月你会变得比较有自信，因为你已经抓到一些步伐，然后你可以融会贯通。到9月是让你完全可以注入你的热情，对佛朗明哥的热情，展现你的这种跳佛朗明哥的美感、热力的那种感觉，然后让你更喜欢，因为你发现你很会，然后让你可以很投入。还有蝴蝶，这边有很多，你们9月会因为这个很有热情的事物让别人看到你，然后你会有一种转变。这边还有紫色，所以聆听你的直觉，看你想做什么事情，9月就赶快去尝试，不用害怕说会失败什么的，尝试才是重点。没有什么
失败或胜利的这种担忧，不需要担忧这种事，就是广泛的尝试，最后你会找到这个让你可以投入热情跟心流的项目。听你的直觉，想试什么就去试，然后这个东西会让你有一种蜕变的感觉，可能会从，比如说有一些人一般在社交场合很害羞什么的，但是你学了这个东西，你可以完全释放自己，展现自己。别人一般平常认识你的人以为你可能无法表现自己，但是看到你在表现这个才能的时候，才发现说哇，原来你有这一面，原来你这么有魅力，原来你这么会跳舞或怎么样的。11号Life Path 11或生命灵数2或11是关键数字。然后我不知道有的人会不会学习一项东西学了11年，然后到今年9月重拾了热情，对这件事重拾热情。如果有对应到的话，可以在留言处跟我说。有些人可能做了很久，然后有点疲乏，但是到9月开始又发现这件事情的乐趣，也是有可能的。或者是终于被大家看见你的才华，你做这件事做这么久，到9月终于被看见，然后让你重燃热情。反正9月就是你一个释放自己、投入让你有激情的项目，这就是这个让你有热情做的事情，就是对的路，就是你该做的事情，好吗？这就是9月的一个整体能量。9月11号可能也是一个关键日。好，然后呢，除了这一张，另外还抽了其他的神谕卡以及塔罗来代表你们9月可以期盼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这边换一个位置，这样10。你们这一组我觉得很妙的是说，第一组的朋友也有猫头鹰的形象，你们这一组猫头鹰形象更多，你们连续有2张都有猫头鹰的形象，所以我不知道9月是不是这是一个整体能量，好像是9月是让大家可以学习成长迅速的一个月份，或者是真的会集体意识提升的一种能量。所以呢，我们第一张神谕卡就已经对应到刚刚这个关键的9月整体能量。这张叫 Baby Steps。Baby Step 就是宝宝学步的时候，学走路的时候，一小步一小步的慢慢进行的 Baby Steps。Action 行动 Follow your intuition before it makes sense。只要不用顾虑太多，不要想太多，就去跟随你的直觉去行动的意思。这是跟我刚刚讲的一样。我刚刚说紫色的时候，是不是说你们9月需要倾听你的直觉，想做什么就去做，就去尝试，不需要去先设想这件事情你会不会在不在行，会不会成功。这张卡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宇宙鼓励你，或者是你可能9月的能量会让你自动自发你如果突然已经好一阵子很想要学一个东西，你可能很想要学乌克丽丽，还是你很想要去学做菜，还是你很想要去转职到另外一个行业，就去做。9月是你行动的时候，让你的直觉引领你，你不用先去设想说你可能一般之前是做财务的、金融的，那你是不是应该投入广告业？如果你想去，你就去；如果你想要学东西，就直接投入。你不学，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自己喜不喜欢。所以呢，这张卡是跟你说，你们9月会开始，可能真的会开始学一些东西。有的人是一个项目，有的人是有好多个项目嘛。然后呢，你们就不要去管太多，你们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来，去做就好了，不用去先想得太远。我好像有点在重复，但是你们懂我的意思。不用想得太远，不要去注重结果，去享受你尝试的这个过程，你就会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成长，带领你，引领你到你该去的时间线，好吗？这边我看到好多
我觉得你们不管怎么样，9月你的直觉叫你做的事情，绝对是会让你心花怒放的。就像这个热情牌，这两张牌的能量场很类似，都是一种，这边是放烟火，很像宇宙的星辰在为你放烟火的感觉，而这个烟火就很像，我觉得就像 Ratatouille 那个Pixar 动画料理鼠王里面，当他吃到美味的食物，他内心心花怒放的那种放烟火的感觉。所以你们9月想尝试的东西，绝对是适合你做，也会让你开心，让你展现热情的事物。所以就请你去做它，去尝试。你要走到这个大门，通过这个大门，你就会看到这个烟花，好吗？我先讲一下数字好了。这边有很多，刚有11号嘛，然后这边有5号，生命灵数5，生命灵数6，或者是10，就是生命灵数1的人可能会抽到这一组。然后你们看看会不会有，这张是 Gossip， 是 Gossip 牌，5号 Gossip 牌，中文叫 OK 八卦牌，八卦。就是你们9月，如果你们是喜欢跟人家聊天啊，讲一些八卦啊，听八卦或者是告诉别人八卦的人的话，你们9月稍微小心一点，就是注意一下你讲的这个东西能不能讲，然后讲给谁听，因为这个谁听到的人不一定是一个正派或正直的人，他们可能会传出去啦，或者是乱传啊，或者是反正就是会对你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9月可能稍微注意一下八卦的这个议题，因为你们可能会不小心伤害到别人。然后呢，第二个我看到的讯息是说，如果跟八卦没有关系，那你们9月是可以好好的跟你的好朋友，可能闺蜜，然后男生就是你的好兄弟，就是常常会有一起聊天、下午茶、一起出游、一起的那种开心的时光。那你们可能或者是9月会认识一个人，是可以让你聊得很开心的人。这个对象有可能是金牛座，我这边感应到金牛座，就是吃东西聊天的感觉，这是我感应到的9月能量场。然后你们聊天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小心会八卦的时候，就自己稍微提醒自己注意一下。像我刚刚讲的金牛座，或者是也有可能是双子座，5、6都出现了，所以你们可能9月，或者是你们自己是金牛或双子座，或者是你们会跟一个金牛或双子的对象来往，会有很多的交流。然后这个6号的 mentor 牌 ，mentor 就是导师，比导师还厉害的那个叫什么？就先叫导师好了，可是比导师的层次还要再高的，就是你跟随他学习很高层次的知识。所以你们9月呢，这边有2个讯息，一个讯息是说你们9月会遇到一个人，这个人是宇宙送来给你，让你有一个是心灵精神层次的成长，或者一个是对你从事的这一个项目有关，可以指导你的一个人，可以让你可以快速进阶，这个技巧快速进阶的一个人，是宇宙帮你安排好。因为旁边紧接着是命运之轮的正位，所以你们9月不用担心，你们9月很多事情都会很顺畅的进行。我们人生无常嘛，但是呢9月你们的运气是好的，然后这边有讲 step by step， 一小步一小步的往前行动，宇宙会帮你安排好，你不用去担心，不用去想太远，因为这不是你能控制的。跟随命运之轮去走，命运之轮会把你带向非常正向的发展。然后呢，命运之轮也带了这个 mentor 给你。然后第二个，这个 mentor 第二个讯息是，你可能9月会突然接收到宇宙的指引，这个猫头鹰可以看作是有些人会接收讯息 channeling receive message， 从宇宙的 source， 从宇宙的源头，或者是你的指导灵、你的高我，你们9月会接受到非常关键的讯息。然后这个讯息是可以就等于是你的灵感，
然后你会听到这个灵感而引领你走向适合你正确的道路，正确的发展方向，好吗？你们9月一般来说，所以一个就是你们自己会突然变得很有智慧，而这个智慧是因为你接收到宇宙给你的讯息。那另外一个是你会碰到一个可以当做你导师，你可以跟着他学习心灵的东西，或者是你的跟技巧有关的东西，跟事业有关的东西。哦，这边我忘了讲，这边除了这个 baby step， 除了我刚刚解释以比较对于事业或学业相关的解释，但是我觉得也可能对应到感情。如果你有一个对象，喜欢的对象，你不要先去想说之后到底能不能在一起，能不能成功，不要去想这些，你就慢慢的有机会跟对方相处，有机会就跟对方相处，可以见面就见面，可以在线上聊天就在线上聊天，以一个享受当下的这个心态去体验跟这个人的关系的进展，慢慢来，一步一步来，不要想要太快，不要想要太多的控制，就可以引领你走向一个就是这个过程会让你心花怒放啊，就是应该是很开心的一个慢慢认识对方的一个过程，好吗？然后这个我刚刚讲了，那这张卡也代表了固定星座，金牛、天蝎、狮子、水瓶这4个星座，所以大家自己对应看看你们是不是这4个星座在你的星盘里。你看，然后这边就是又有猫头鹰又出现了，那这边就很明白的就讲，这边就是对应这个 Good advice from a wise person， 所以宇宙给你2张卡，所以9月可能你们真的会遇到一个人。欢迎大家回来留言跟我们分享，你们是不是真的有遇到一个人，还是说你们9月特别有灵感，看是哪一个讯息对应到你。反正接收知识跟有一个灯泡这样嘣是9月的一个重点，你们会遇到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给你们非常好的建议。这一张 Caterpillar 毛毛虫 Things will not always be this way, a change is coming， 事情不会永远都是这样，改变正在发生，改变要来了的意思。那我这边刚刚也有说到，反正9月每月运势大家都是很平等的，就是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好事跟坏事，不会只有好事跟只有坏事嘛，对不对？所以你们就算9月有发生一些不是很顺利或很顺畅的事，因为是水逆啊，难免。那宇宙说就是我刚刚讲的，改变要来了，不用担心事情会一直停滞，或者是一直是维持现况，一定会改变。而且这张卡我刚刚也有说蝴蝶，对不对？你们就是持续去做你们这一项喜欢的事情，投入你的热情，在大家面前展现你的热情，转变就会随着命运之轮的转动而发生，所以不用担心，你的热情会带你走向美好的未来，好吗？你们会变成蝴蝶，或这件你在做的事情会从毛毛虫这种很初阶，在9月蜕变成美丽的蝴蝶。OK， 然后好，这边呢用3张不同的3张塔罗，3张神谕卡，代表这边是你们的学业事业，这边是你们的浪漫爱情生活，这边是你们的健康。我要讲你们选择2号牌组的朋友，宇宙给你们的讯息非常的一致。我发现这3个人生不同的面向都在讲同一件事情，你都是因为同一个性格特质而引领你在事业、爱情、健康做出一些思考方向之类的，然后宇宙给了你3个讯息，都是在提醒你。好，我现在要开始解释，我可能会一起讲，因为这是其实是同一个讯息。你们很有可能大部分的朋友有非常强烈的风向的能量在你们的星盘里，因为你们是一个非常多思多虑的人，非常容易困在自己想象的情况当中，你们很容易陷入
受害者情节。那所谓受害者情节，就是因为你们，我直接讲，就是说有一些朋友是比较会怕事，因为怕受到伤害，就会先预想到你在做这件事情或跟这个人交流之前，你就已经先预想到说这个人会怎样对你不利，或者是这件事情的发展会怎么样伤害到你，或者是你会怎么样失败，然后你就会一直建造这种负面思考的牢笼，把自己困在里面。就像这一张宝剑八，你们就是这个把自己困在8支宝剑里面，这8支宝剑是你的思考，而且都是负面思考，你的害怕，你的恐惧，你的不自信，你把自己绑起来，但是你把自己绑起来，没有人绑住你，这是宝剑八的含义。你困在自己的负面思考里面，你的恐惧里面，而不敢行动，没有办法行动。所以宝剑是风向能量，然后我刚刚有说双子，因为这张是双子恋人牌逆位，是双子能量。这张也有双子能量，双子木星双子，所以部分朋友可能木星真的在双子，或者是你有其他的星在双子座。我这边也有感应到天秤座的感觉，因为这边有11是正义，正义就是天秤。好，然后我先讲一下数字，8号的能量，6号的能量，21 3号生命灵数3， 25生命灵数7， 44又是8号的能量，生命灵数8的朋友可能会选到这一组。那我这边也是看到3个年龄层，就是20几岁上下的人以及40几岁上下的人会选到这一组。你们好，这一张 perception， 你的观点，你们可以看到这张我现在讲的是你们的学业事业，9月的学业事业，你们会被自己的思考困住，你们会被自己的恐惧困住，你们会，这张是21号牌，让我想到世界牌，所以你们帮自己创造了一个其实不是真实的世界，你们躲在这个世界里。这只是鸵鸟，把头藏起来的鸵鸟。那鸵鸟是一遇到恐惧，一遇到威胁就会把头藏起来，但它的身体，庞大的身体其实还是展露在外面，被别人看得到。但他以为头藏起来就没事了，只要他看不到，事情就不会发生。这就是你们9月事业学业的能量，或者是你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但是9月宇宙想要提醒你，你们在事业学业上面的发展绝对要改变这种看事情的方式，不能再当作没有看见，不能再因为害怕而不做处理。你们并没有，你们是有帮助，有人可以帮助你，你们并不是受害者，你们是绝对有能力把自己的这个绷带绳索给解掉，然后释放自己，从这边直直的走出来。所以你们绝对9月要意识到自己的这项能力，你们可以把头探出来，然后会发现事情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糟。这就是这2张牌对你事业学业的含义。那有可能有对应到刚刚说 baby step， 就是一项一项慢慢来，不要说因为一次想太远，直接否定自己，直接觉得自己会失败而不去做，好吗？这就是事业学业的部分。那爱情的部分，因为你们的恐惧，好，我这边讯息太多了，我先从这张讲 Claim Your Power， 这个是25号的老虎牌。Claim Your Power 的意思是说要收回，是收回你的权利吗？力量，拿回你的力量，展现你的力量的意思，要把你的内心的老虎释放出来。你看这老虎的眼睛是火红色的，那这张牌是说通常会有这张牌出现的话，代表是你们的性格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一块，你们是有受害者情节，所以你们的受害者情节不但会展现在你的事业上，也会展现在你的情感关系上。所以我这边得到2个讯息，一个是有些人可能在一段关系里面，某些选择2号牌的朋友，你们在一段关系里，然后你们一直不停的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关系给你的压迫，或者这个人对你不平等的对待，
你还是一直待在这个关系里面，去忍受它，或者是不去沟通，因为你害怕冲突之类的，或者是你害怕，有的人害怕分手变单身，就没有人愿意要跟自己交往，因为你可能对自己不自信之类的。这张牌是说，你们9月，一个是宇宙叫你要发现自己的力量，展现自己的力量，知道自己并不是受害者，你要知道自己的魅力在哪，自己的优点在哪，自己要的是什么，你觉得有那个权利去寻找适合你的人，并且可以对你好的人，可以跟你沟通的人。然后这张牌也是说，你可能9月的能量会让你开始意识到，你可能因为从事了这个让你很有热情的事物，开始让你意识到你的能量在哪，你的魅力在哪，而让9月你的情感，你会开始转变这种受害者情节的情绪，而变成一个懂得并且愿意为自己发声的人。你可能因为愿意为自己发声，愿意去跟你的另一半冲撞，然后你可能最后会决定就不要再跟这个人在一起，因为这边是恋人的意味。所以你们9月部分的朋友，如果现在已经在一段关系，你们可能会分手，因为你们会发现自己的价值在哪，你适合更好的人，或者是说不要说更好的人，就是说你会发现你们互相其实不适合，没有什么好不好之分，那不适合就是分开，让大家有自由去寻找另外一个更适合的人，这样。第二个讯息是，如果现在是单身的朋友，那你们可能会到9月还是单身的状态，因为你会发现说，你以前可能是一种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不太敢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条件的对象，然后呢，可能在约会的过程会一直受到挫折，因为你都会寻找那种其实并不是很适合自己的对象约会，然后导致一直单身。但是为什么9月还是单身？因为9月你发现自己的力量在哪里，自己的魅力在哪里，自己的优点在哪里，你突然有这个力量，觉得自己有权利可以认识就是条件更优的，你更喜欢的，而导致你更挑，所以你更挑的这个能量会让你9月还是处在单身的状态，但是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单身，很懂得选择的单身的状态，而不是很哀怨的觉得都没有人要自己的单身，这样的能量是不一样的，好吗？好，反正9月的能量转换绝对是让你更有自信，然后更懂得找自己，为自己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人事物。好，健康，恋人牌这边，有些人可能是处在分离的一个阶段，有的朋友可能是断联的一个阶段，或者是远距而导致沟通不是很经常性的沟通。那9月你们可能会真的就分开了，因为你会 claim your power， 你会怒吼，你会觉得说，如果对方没有为远距离做出一个诚意去维系，那就算了的这种感觉。9月25号看是不是关键日，9月21号、25号看是不是关键日，或9月8号。好，健康呢？健康第一个讯息是，你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部分的朋友只是一种这种不自信跟被恐惧淹没，然后动弹不得的这种感觉，而导致9月会有一点点的散漫，不想行动，不想做事，或者是就是一种比较 mental 精神上的一种困扰，一种不是很有活力的困扰，因为可能很多事情进展的很缓慢，让你开始就是不是很有动力。但是不用担心，因为你们9月会找到一个让自己很有热情的事物，你会把你的精力啊、专注力放在那个事情身上。所以第二个讯息是说，你们可能会有一个身体上的病痛，一直很久都没有好。那这张牌是说 almost there， 几乎就要到了，就快到了的意思是，你可能等了很久都没有好，但是不要担心，你尝试了很多治疗的方法，
你会很气馁，说没有任何一个治疗的方法可以治好你这个病痛。但是这张牌是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要经历这么多尝试治疗的方式，才能引领你到那个最终极可以治疗你病痛的药或东西，或就是那个治疗方法。你所有走过的路都是有意义的，并没有浪费掉。你所有走过尝试过的治疗方法，都是把你带到那个最终极可以治疗你的事物，好吗？有一些人可能是背痛的问题，这个背痛的问题可能持续了很久，跟可能是脊椎、肩颈的问题也有可能。好，这是我读到你们健康上的讯息。好，那最后，我们来看宇宙有什么建议提供给你们，看要9月怎么战胜水逆。好，宇宙给了2张神谕卡，这是给你们战胜水逆的建议。这张是25号，所以25号又出现了生命灵数7，或是25岁上下的人，或某月25号生的人是关键。28号牌，28岁上下，某月28号生，或9月28是关键，或者是生命灵数1，就是10是关键。那这张让我想到命运之轮。好，我一个一个解释。这张25号说 Everyone in your life is teaching you something， 在你人生的每一个人都在教你一些东西。 Are you learning？ 你有在学习吗？所以刚这个又对应到 mentor， 你们9月绝对会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宇宙用这个卡来告诉你，你们在碰到任何的人事物的时候，先不要有设下一个那叫什么，不要用固有的观念或者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去决定这个人的生死或这个事物的生死。你要用学习的态度去面对这些你碰到的人事物，因为你所有碰到的人事物都不是巧合，都是宇宙送来给你学东西用的，他们都是你的课程。所以9月的时候注意，你水逆可能会碰到一些不顺的事情，或者是沟通不良的对象，是否你可以从这个事件学到东西？你学到了什么？你是不是学到新的沟通技巧，让这个人你以为很固执的人可以突然接受你的建议？那也许他不是固执，他只是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也有可能只是需要转变沟通的方法而已。这是举了一个例子。所以你不要把水逆碰到的一些不顺畅的事看得太严重，把他们当作课程去学习，你就不会觉得有一个是被受害者的心态，好吗？你就不会用就不会用受害者的心态去处事。那这一张28号 You are a child of the universe， 你是宇宙的孩子。What an honor it is to be a part of something so divine。能够成为这么神圣的宇宙的一个部分，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那这张牌我觉得是说，因为你们常常陷入自己创造的负面思考牢笼的原因，就是你的观点太狭隘，你看到的事情就是这么窄，你们比较不会去让自己冷静或放开心胸，跳出你原有的格局或环境去思考事情。那这张牌是提醒你9月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记得臣服。第一个，臣服，因为我们是如此的渺小，宇宙有这么多的东西存在，而我们每一个人类只是一个小小比蚂蚁还小的东西，对宇宙来说。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安排好的，所以你把自己从脑袋的监牢放开，你会知道说你遇到的事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平静，变得
觉得安全，就像这个女生很安心平静的在宇宙的子宫里休息的感觉，就是你们会终于感受到你们是被保护的，因为你如果是神圣宇宙的孩子，你绝对是被照顾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帮你安排好的，好吗？这就是宇宙建议你面对9月水逆的一个态度。这如果心态转变了，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会很容易的被你解决。那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在说教这个是我从卡牌里面收到的宇宙、你的高我以及你的指导灵想要给你的讯息。那我觉得你们如果选择2号牌组的朋友，绝对会知道宇宙想要表达什么，你们会每个人自行对应到不同的层面，好吗？那我希望今天的读牌对大家有帮助。那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欢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以及你们每次的按赞跟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可以帮助这支影片传播出去给其他需要帮助的朋友。所以非常感谢你们的互动，也欢迎在留言处分享你们的故事，然后追踪我的 Instagram Associate Indigo， 在上面我会不定期 po 塔罗运势，不同的塔罗运势以及每周塔罗运势，好吗？非常谢谢大家。然后如果你们想要的话，也可以在我的 Instagram 留言建议接下来你们想听什么样主题的读牌。那祝大家9月顺利的战胜水逆。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好，选择3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一颗蚕丝玛瑙，非常热情有活力的一个颜色。这个只是让你们选牌，所以我会先放在一边。然后呢，你们感觉应该是一个蛮热情的人，或者是底轮运转的是用底轮在运行的一群人。好，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那个代表9月整体能量的神谕卡，这一张 Dissociation 解离2号牌。所以某个月2号生的人，生命灵数2可能是关键，或者是9月2号，可能建议大家9月2号礼拜几啊？建议大家出去玩。为什么？我等一下会解释。建议大家离开城市，到城市之外的乡野去玩，去放松，解离，跟城市的喧嚣解离，认识自己，去一个安静的地方，自然环境，跟自己相处，跟自己的内在小孩相处。为什么呢？你看这张卡有很多的黄色跟橘红色，有一点蓝色，所以你们应该可能选择3号牌组的朋友，一个是说你们是很有活力，常常想要当别人的太阳，你们是用太阳神经丛跟底轮在像是电池一样在支持自己每天的生活的一种人，所以你们可能外在表现出来会好像一天到晚都在动，一天到晚都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闲不下来。那另外一个讯息是，你们可能某部分的朋友刚好相反，你们是需要去修复你的底轮跟太阳神经丛，你们可能不够有活力。那这张卡是说9月是一个你可以修复底轮跟太阳神经丛的一个月份，要你去多多的向外跑，多活动一下，然后去像我刚刚讲的，去跟自己相处，去发现让自己的内在小孩重新出来，享受那种无忧无虑欢乐的感觉，然后甚至去寻找你的精神动物，你的动物指导灵。你如果有宠物的话，你可以带着你的宠物跟你一起出去，因为你们这一组人应该是这张牌其实有一点点的，我这边的能量场其实感觉是蛮欢快的，
就是你们9月的能量场应该是蛮欢快，但是这张牌其实是有一点点小沉重，它是的意思是说，如果抽到这张牌的朋友，你们其实可能之前有发生过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不好的经历，可能是让你们受到创伤的事件、人事物，导致你跟自己的内在分离了，跟真正的自己分离了，跟你的纯真、你的内在和孩童分离，所以你变成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为了在社会上生存的一个你，但是这个你并不是你。这是这张牌解离的意思，就是有点像我们人格分裂。我不是说你们人格分裂哦，我只是举例说，人格分裂就是为了要去应变面对的伤害，为了要生存，有活下去的意志，而让自己的性格分离出来，而会用不同的性格面对去待人处事，然后把受到伤害的那个性格藏起来。这是这个解离的意思。但是这张牌是说，你们9月可能是一个这颜色好美哦，这样搭起来。对，这边有黄金、金黄色、太阳神经丛、黄色、金色的感觉。你们9月应该是一个非常好跟自己内在小孩重新连接的一个月份。就像我刚刚讲的，去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可以当一个孩童的人，回到一个孩童的状态的一些事情，放松，跟自己相处，重新连接。这是9月的一个整体的能量场。好，然后接下来呢，还有其他的神谕卡以及塔罗帮你们看9月还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还是宇宙有什么讯息要给你。这样好，짜잔，好，我从这些牌整体的能量看起来，我等一下会一一解释，但是我先从整体的能量感觉。部分选择3号的朋友，你们9月可能会去旅行，然后你们会有一个更宏观的视野，或者是说好，重讲，你们可能会因为旅行而得到更宏观的视野，学习到很多因为不同的文化，让你可以跳出框架思考，用不同的角度看事情。第二个是因为你想要脱离你现在的环境，想要学习更多的文化新知，而不想要被局限在你固有的生活环境里，而想要去旅行。那这个旅行有可能是你自己想要去旅行，或者是因为工作而旅行，这是部分朋友9月的能量。然后你在旅行的途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需要好好的因为我刚刚有讲，你们是大部分的人是属于有火性的天性，火象的天性，因为这边有权杖骑士出现了，所以你们可能是有点好动或者是过动，而在你们常常动来动去，然后一直想要往下一个目标进展的这种性格下，在外旅行的时候可能需要懂得适时的停下来，去倾听别人告诉你的事。这是这张卡我读到的能量。17号的 Story Time 说故事时间。你如果想要去旅行，接触不同的文化，那你就要在应该的时候静下来，倾听这个跟你不同文化的人告诉你，他们可能会跟你说故事，跟你说解释他们的文化，为什么要这样吃，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你就是好好的去学习，去倾听。这是我读到的一个能量。然后你就会学到很多的东西，让对方有机会跟你讲述，你就会学到很多你想要知道的东西。那这张是41号的 The Village。The Village 那就村落、村庄，所以你可能真的，所以我会说真的有大部分的人是会去旅行，然后会去不同的城市，去小村，甚至真的是小村落去旅行，去探索、探险。那在这个9月的整体能量场，就是宇宙告诉你，就是要去尊重别人的规则、别人的文化，就是不要去爱干嘛，就是因为你们是有点爱好自由，所以不要因为觉得这有什么不可以的，然后就随便来，然后不听人家的
就是等于会就是要去尊重别人的文化跟习惯啦，就是这个意思，入境随俗的意思，好吗？这是这张卡我先大致上读到的含义。好，那我现在一一讲解哦。然后那你在旅行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机会之门为你们敞开，在你们去不同的环境接触不同的文化，就会有机会为你敞开。Opportunities are waiting for you. OK， 这张卡也让我觉得说，就是去敞开心胸，去接受任何碰到的人事物。你们可能会在村庄里就是遇到什么 stranger， 他们邀请你去参加 party 或喝杯酒什么的，就是 say yes， 任何的机会就 say yes， 然后就会带你这个机会之门就会打开，可能会认识好的人脉啊，工作机会啊，恋爱机会啊之类的。Fair woman 啊，说到恋爱机会，好啦，这不一定是恋爱对象。Fair woman 应该是说一个很美、很优雅的女人，所以你们9月会和一个这样的女性产生连结，或者是你已经认识这个人，而9月的时候要跟她有一些接触。那这个女生呢，我们不要说女生，我们说阴性能量好了，阴性能量强的一个人物，应该是蛮美的，有魅力的。她们可能是金发，或者是染金发，或者是有一点年纪，没有年纪也是有可能，就是会有白发掺杂在她的头发里，白发或银色的头发，那感觉上是应该是有一点年纪的对象吧。那你们再自行对应，所以有可能是在旅行的时候认识到这位阴性能量强的人物，可能是女生，大部分应该是女生，有的人可能是男生，所以这是整体能量哈。然后如果一一讲解的话 perspective 这张卡说的是看事情的角度， None of this matters， 没有什么事情很重要的， zoom out 拉开你的距离， common ground 我觉得这2张有一点点类似。 common ground 就是一个来到一个可以跟别人处在同一个 page 上，不要，这张卡的意思是说不要局限在你自己的平常的思考里面，你要把自己拉出来看别人的说法，用别人的角度想事情。那这个 common ground 就是把自己放在别人的鞋子里面，你们英文有这个说法 put yourself in other people's shoes， 就是你去体会一下那个感觉，他们穿这个鞋子走路起来是什么感觉，你要去穿了他们的鞋子才知道他们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不要太自我，不要太主见，可以有主见，但是同时也要接受别人的意见，那就是这张卡啦。17号的说故事时间，把自己不要把自己卡在自己的主观意见里面，把自己拉出来，适时的去倾听别人他们的看法是什么，你们才能够达到一个和谐的一致性跟有一个同意的观点，妥协啦，或者是 you know what I mean。 9月17可能是关键日，生命灵数8、1或7是关键41，所以生命灵数5或4也有可能选到这一组。41，那有些部分的朋友可能真的是41岁上下会选到这一组，或某个月17号生的人，有4月1号生的人会选到这个吗？有的话欢迎在留言处跟我们说，或1月7号生的人也有可能。主观你们可能因为很热情，所以很难静下来听别人说话，那9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面对待人事物的处事态度，静下来听别人说话，然后主观意见不要太强，要留空间给别人诉说他们的看法。然后 The Village 这一章的话，部分的是意思有好几个含义。你们9月可能会有人跟你们画下 boundary， 这边是有一个人用白色的粉笔在地上画一圈，画一个方向。一个是说你们9月需要有一个 boundary， 你们还是可以去接纳别人的意见，但是你们自己要有一个界限，知道
别人不能踩你的线。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可能9月会有人想要跟你画下界限，需要你去尊重他们的界限。然后再来第3个讯息，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要回家乡，所以会有旅行的能量出现。你们部分的人可能是离家在外工作或者是学习，所以9月的时候，部分的人是想要回家，或者是被召唤回家。你的家人想要见你，被召唤回家，但是你在回家的时候，因为你已经受到了大城市的洗礼跟独立自主的思考，所以你回到家的时候呢，可能你需要你的家乡的人、邻居、亲朋好友还是会用旧有的方式跟你相处，那已经不适用现在的你，所以你要跟他们划清楚界限，让他们尊重你的界限，不要去探头探脑 nosy 就是去想要知道你的八卦什么的，就是类似，这是我举例啦。所以你要回家的时候要对你的这些以前认识你的人画好界限，这样子你才会觉得比较舒服。那另外一个是第4个讯息是，有一些人是在家已经很久了，想要外出旅行。好，这张牌是一体两面。有一些人是我受够了，我真的需要走出这个小小的环境，出去探索、去看、去 grow、去成长，所以你们可能会离开家乡。9月的时候，终于离开家乡去工作、独立，或者是离开家乡去旅行，去好多个城市旅行，想要学习独自旅行的感觉之类的，好吗？那权杖骑士牌，刚刚这个我已经讲了，一个是旅行的能量，可能为工作旅行，或者是为了自我成长旅行。一个是你们9月还是会处在一个很火热、很有冲劲的一个状态，很有行动力的一个状态。但是这张我也看到，在感情层面上，你们是属于那种，就是还是不是属于想定下来的能量，就是你们可能还是会到处约会啊，跟不同的人交往啊，我直接讲哦，这个权杖骑士有一种色眯眯的感觉，有没有？这副牌卡的权杖骑士是看起来最色眯眯的一个，所以 you know what I mean， 你们自行对应哈。好，就是你们会很积极，可能你们出去旅行，有的人就想要去来个艳遇啊，在外地认识，用交友软体认识人啊，这种感觉哈，就是这个意思。那这边就已经刚刚讲过了，门 door， 机会之门在等待着你去打开，所以尽量 say yes， 就是对机会 say yes， 不要说 no。Fair woman 刚刚我已经讲解了，所以你们可能是旅行的时候会碰到这个人，或者是你已经认识这个人，但是9月的时候会更密切的来往。那补充一下，这边刚刚的能量牌解离齁，除了是说有些人可能是真的受到创伤，跟自己内在小孩解离，然后我刚刚也有讲嘛，就是你们9月需要跟大城市解离，然后去比较乡村的地方跟自己相处。但是因为这张牌的出现，我觉得有些部分的人是想要离开他旧有的家乡的环境，跟他的家乡解离，然后出去探索、去学习比较就是大城市的这种生活观念等等。好，这边呢是用塔罗跟神谕卡帮你们抽到的，这边是代表学习、学业跟事业，这边是浪漫爱情，这边是你的健康。好，我先从事业、学业开始讲。你们9月我先讲你们这组8号能量很强，这边有一个8，这边有一个8，这个是力量牌，所以狮子座的能量，然后射手座也出现了，然后我相信也有牡羊座，牡羊座是这一张，这张是牡羊跟双子，所以你们可能大部分是火象能量强的人会选到这一组，因为这边也有一个8，有没有？17号，然后14，然后这边呢，好，我一个讲，你们9月事业学业绝对是一个你会非常有内在力量，你会非常的勇敢，你会非常有冲劲去面对任何事业或学业上需要你处理的人事物。
你们可能会在9月，就是可能水逆的关系会碰到一些难缠的客户，或者是上司，或者是同事什么的，但是你都不会害怕，因为你非常的，你会用一个初心，你做这个行业，或者是你如果是学生跟别人合作的一个纯正的心，那你这个正向的观念，愿意沟通的观念，可以不能说击败啦，就是可以避免掉很多难搞的人或有敌意的人。因为这边这张神谕卡是 service 服务14号牌，14号让我联想到 temperance 节制，那就是射手座。节制牌讲的是平衡，是一种情绪上的平衡，然后呢有平衡并且有策略的去释放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情绪。然后这张卡是说，以一个服务大众的心态，比较把小我、自我放在一边的心态去待人处事，把自己当成这一只导盲犬。导盲犬是无私的在帮助盲人向前走他们要走的道路。所以你呢，9月份在工作跟学业上，就是要以服务人群的心态为主，那你就可以让很多事情很顺利的完成跟成功，大家也会很喜欢你，喜欢跟你合作。就算是难搞的客人或其他的人际关系，也可以被你安抚的平平顺顺、安安稳稳的。有一些人可能真的是做医疗的行业，可能是医务人员。有些人可能因为是医生而需要，你们可能有自愿，怎么说？志愿者去国外帮助需要的人，有的人可能是做这个，那有的人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职业需要去旅行，去服务别人。你们大家再自行对应。反正你们的学业事业在9月是感觉真的蛮不错，应该是从8月开始就蛮不错的，一直延续到现在。然后你也有可能会碰到愿意帮你的人。这张牌我也感觉到9月你会碰到愿意服务你的人，应该就是一个很和谐的一个能量场在事业上。好，爱情这张应该是宝剑骑士。宝剑骑士代表的是你们是喜欢智性恋，智慧的智，性格的性。你们是会需要受到思想上的刺激而感觉对方很有吸引力的人。那或者是说你们9月，因为刚刚有讲你们应该会遇到很多人，因为旅行，因为常常跑来跑去而遇到一些人，你们可能会遇到那种让你觉得聊得很来，思想上可以互相交流，刺激对方成长的一个对象。但是这张卡也是说，你可能有一个倾向是在跟对方聊完，你发现好像你该知道的都知道了，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聊的了，你就可能会对对方失去兴趣。这是这张卡其中的一个意思。好，你们9月的爱情是以谈话为主，是以谈话心智的交流来开启一段关系。那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关系并不见得会很长久，就是可能会很快就结束了。这是9月的爱情的能量。那这一张呢是13号的 illusion 幻觉幻象。13号让我想到死亡牌，所以有天蝎座的能量在里面。我觉得你们可能有月亮或金星在天蝎，然后你们常常会在事业上你非常的果决有决断性，但是在感情上你们会太多的自己吓自己，小剧场太多的倾向。你们会在自己头脑里想象一只大鲨鱼，然后要去保护自己不被鲨鱼伤害，但是其实这都是你们幻想出来的。而你们的这个自己吓自己的倾向会阻挡很多
发展感情的机会，所以你们9月可能还是在这个能量场，然后宇宙想要提醒你，你如果真的遇到一个你觉得蛮喜欢的人，就不要自己去因为恐惧，然后开始想象对方不好的地方，然后就 self sabotage， 就自己断掉了这一段关系，本来是可以发展的。你们就是要感情上要小心这种对方不是鲨鱼，但你们把它想象成一个鲨鱼，然后想要攻击它来保护自己，所以这个你们自己9月感情上注意一下。但是会有很多的聊天跟心智上的连结，可能会聊得很来，会互相让对方笑，然后会互相学习到很多的东西、知识等等。可能有我的感觉是你们9月会认识很多人啊，不会只有，可能不会就定下来一个这样。健康，健康这张是权杖10，那权杖10就是一个压力很大，压力山大。那有可能是因为你们要旅行这件事情让你们压力很大，因为准备事项很多，或者是要筹措资金什么的。那你们的这个压力大就会造成肩颈酸痛，因为一般韦特塔罗牌的权杖10是一个人身上扛了10支木杖嘛，那这么重，一定肩颈酸痛啊。所以一个是说，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只是因为你们要做的事情太多，承受的压力太大，那你们可能就是去按摩一下。然后这张卡是说，我先讲这个。然后另外我有觉得有些部分的人可能是在健身，或者是想要改变，就是想要过得健康一点，所以开始有健身的计划，或者是吃的健康的计划。那9月的时候不要太快的不要给自己压力说要马上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因为你们的这个想要马上达到目标的压力会让你们可能会计划失败，可能会肌肉受伤，或者是反而暴吃，因为太逼迫自己。那这张神谕卡是说8号，你绝对有力量可以克服这一次的压力，跟处理完所有该处理的事情，或者是达成目标。但是 small steps big accomplishment， 你要记得所有想要做的事都是慢慢一步一步来。我觉得你们这一组跟上一组有点类似，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第2组的朋友其实也想选第3组，就是你们两个有点点重叠。记得你一小步一小步的来，不要一次就是太贪心，想要马上达成而过度运动或者是过度节食之类的，这只是举例。你只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你绝对会达到你理想的那个目标，好吗？不管你们现在9月想要做的事情是旅行计划啊，还是健身计划，还是事业上的计划，给自己时间，有点耐心，慢慢的就会看到成果了，这样你就不会肩颈酸痛或肌肉受伤了，好吗？你看这个人，他就是一种有愿景，你们9月就是一种期盼东西事情赶快看到成果的一个感觉，而压力很大，然后在那都不动，然后就脚就铁腿之类，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还是要懂得放松，解离。9月重点解离，把自己从想要达成的事情脱离一下下，这样才会有新的灵感跟新的动力去继续完成它，好吗？好，接下来我们要看最后宇宙有给你什么讯息，帮助你可以9月战胜水逆。好，这边是2张宇宙给你们9月的建议，战胜水逆的建议。哇哦，好，第一张22号，22号，某月22号生命灵数4的人可能是关键。这张说 dissolve your ego by going within， 要如何化解你的自我小我，就是要从深入你的内在开始，检视自己的内在之后，你的自尊心就不会那么高，就不会那么爱面子，不会用
自尊去跟人家相处，因为自尊而去跟人家 fight， 或者是不愿意听人讲话，就是把小我缩小一点，你才能够把自己拉远，看见不同的角度，知道自己其实是很渺小，地球在宇宙里面是很渺小，甚至是人类。把你的自我放在后座，小我放在后座，你才能够有空间去倾听别人的看法，也许别人的看法会让你学到一些东西，或者是对你们一起合作的事项是有帮助的，好吗？这是9月战胜水逆。如果水逆会有沟通不良的情形，自尊心不要那么高的意思啦，所以有一点对应，因为你们这一组有很多狮子座火象的能量，那我们就听宇宙的建议好吗？你们就会过得比较平顺。第2章13号又出现了，13号，邻居穿高跟鞋在走路 ，OK， 13号就是死神牌。你们的情感，我忘了讲，你们情感9月可能会经历一个转变，就是对爱情的角度的转变，死亡重生。你们可能会，有的人可能会认识一些人，对你们智力上的刺激，而让你们有一个新生的感觉，对爱情有一个不同角度的看待。那这一章是说 Heal yourself through eternal love and unconditional self-acceptance。 你要疗愈自己，你要从你内在的爱，永恒的爱，以及无条件对自己的接受，无条件接受自己以及永恒的爱，去疗愈你自己。Forgiveness will set you free。 原谅会解放释放你，会让你自由。那这边就是对应到我们刚刚能量场借力，因为我刚刚有说嘛，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的朋友，你们可能是受到创伤而让自己有一种脱离真实的自己，然后用一个假的自己，为这个社会设计出来的自己去面对人事物。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卡是给你的。当然这卡是给所有选择3号牌组的人，但是可能如果你们是属于之前受过伤害的，你们会更有感受。你们9月是一个把过去假面的自己丢掉，然后重新跟自己的内在小孩连接，然后9月份终于可以展现真实的你，让别人看到你的内在小孩的一个月份。你不管受到什么创伤，过去任何人事物伤害你，原谅他们，原谅你自己。原谅他们是说，你要用全知跟高我的角度去看，你要知道说，那就是他们的在这个地球上设定的性格，他们就是会伤害人，或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去关怀别人或怎么样的。所谓的原谅他们，不是去原谅他的作为，是去原谅说，去理解他们原厂设定就是这样，其实跟你没有关系，只是你们会接触连接是一种宇宙的安排。从这个角度去，你就可以原谅他，以及原谅你自己。原谅你自己因为这个旧的伤害捆绑自己，或者是让自己受限在负面思考里，而不愿意面对感情之类的。原谅你自己，你要接受你之前可能在爱情上懦弱，这只是一个过程。我现在是举例爱情就任何事情你要接受你自己，说你不管做了什么事，别人对你做了什么事，都是一个安排，一个过程，一个让你成长的课程，而让你终于在9月份的时候来到了这个能量场重生，好吗？这个孩子，这个女孩接受自己，疗愈自己。我希望你们有懂我刚刚讲的这种让自己疗愈的这种感受跟方法，去接触大自然，去聆听你的高我，让自己静饮，或者是去海边，让自己被海沙包围，让
让任何你觉得开心、有安全感的事物包围你。每个人不一样，可能是泡澡，可能去海边浸泡在海水里，或者是跟别人拥抱，或者是穿很舒服的质料的衣服。每个人不一样，或者是全身敷满什么什么海盐、海泥之类的。好啦，好，希望今天的读牌对大家有帮助。欢迎大家在这支影片按赞，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然后也欢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你们的按赞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然后也可以帮助这支影片传播出去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好吗？非常感谢你们。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Lassociate Indigo， 在上面我会 po 每周塔罗运势以及不定期的其他塔罗运势。非常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战胜水逆的9月，好吗？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